怎么啦？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怎么会呢？我们从小就是朋友，也经历过生死劫难。只是你这优柔寡断的性格，连你妈都不放心，才央求我让我陪你过来看看。我才没那么势利呢。这个当然，你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坏就坏在你不懂拒绝。你不用跟我去了，你要是去了，又要和他起冲突了。那也是，我妈让我不要惹那个大小姐。好吧，我还是在桥下等你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他啰嗦很久的。刘金，为什么你没带包袱？我要你马上跟我回去干活。抱歉，我不能去为你干活了。为什么？昨天不都说好的？是我妈说，到酒楼干活太远，要我留下来陪她。哪有不为儿子前途着想的妈妈？等你赚了大钱，你妈就会后悔的。走。我不能跟你去，不能跟你去。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人敢对我说一个不字。走，到酒楼再说。你好不讲理！算了，柳金又不是你的奴隶，你让他做什么，他就要做什么吗？你又是什么人？会不会管太多了？哼，我跟他从小就是朋友，我不像有些人刚认识就想利用人。我也是他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是想交你这个朋友。听到没有？希望以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要老出现。刘金，你说，你是选择跟我走，还是受他监督？我们回去吧。前几天啊，我在山头里找到一片野菇地，跟店里栽种的不一样，所以就这么早约你去看看。如果能找到新的品种，妈妈又能发明新的菜色了。咱们呢早去早回，让妈妈有意外的惊喜。你呀，从小就会讨好我妈。我是讨好你多点吧。走吧，走。我跟你说，那里真的是好大一片呢。今天呢，我们就采多一点，争取把这个筐都装满了。你别走那么快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快点儿！你究竟想说什么啊？我们从小就认识，而且你还知道我很多事情。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啊，我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。你们到这儿打情骂俏啊？是你？怎么又是你啊？还真是阴魂不散呢。我出来溜达溜达，不行吗？你要经营这么大一间酒楼，应该是忙不过来才对啊。可我不喜欢待在酒楼里发呆，像你们在森林里采蘑菇，我就很感兴趣。闲人就别碍事，我们还有很多活要做呢。等我父亲回来了，就把你们家都请过去，在城里开间酒店，好不好？就算你们拿酒楼跟我们素食店交换，我妈都不会同意的。之前好多人打我们素食店的主意，结果都被我妈拒绝了。这不关她的事。大小姐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就是，这荒郊野外的路难走得很，前面的路更隐蔽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跟着我们的好。谁要跟你啊？路又不是你们家的。好，是你说的。刘金，我们走。走啊！刘金，你不要不管我！哎呀，你别管他。不行啊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他很容易被野兽所伤的。你不能把我带到山里呀，刘金！不要冒这个险。那你陪他好了，我在前面等你。
若……我千交代万嘱咐，要你看好小姐。他人呢？他现在人呢？不是我不想跟，是小姐说，如果我再跟，就把我送回乡下去。夫人，你饶了我吧。他的话你听，我的话你怎么不听啊？叫你不知谁当家，你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啊你！夫人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记住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了。你让我赶快去把小姐找回来吧。还不快去！是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找不回来人，你也别给我回来，滚！少奶奶，阿贵，是不是程文回来了啊？少爷还留在台湾，他要我先回来看看少奶奶您和佩佩小姐。这段日子，他要我留下来，好好照顾保护你们。要照顾，也轮不到你照顾啊。程文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搞生意，女儿刁蛮任性，已经让我很头疼了。这酒楼的生意又难做，他也不体谅体谅我。一个人守在这儿，有多辛苦啊！是啊，哎，夫人，喝酒啊，千万别急，小心伤身啊。你坐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哎，你跟着程文这么多年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想念我这妻子啊？少爷贵人事忙，再说，就算他心里真的挂念你，他也不会给我这个下人说起的。你说你跟在程文身边这么多年，却还是孤家寡人，是不是也跟着程文在每一个地方都留有着女人呢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，男女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儿吗？其实，我真的很想自己的丈夫能够陪在我的身边。也许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为了家庭跟事业，他只能这么拼命了。他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吧？你坦白的告诉我，我守程文守了这么多年，我还要守到什么时候？我不能永远这么独守空方啊！你明白吗？谁让你口风这么紧？其实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程文在外头一定有不少的女人。谁让我们佩佩是个女的呢？他若是个男的，我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别这么说，少奶奶。你要说少爷在外面有没有其他的女人，说实在的，我真的不清楚。不过，他对佩佩小姐这个掌上明珠，那可是千依百顺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照顾她。你别帮他说话了。我知道，程文的眼里头根本就没有我。说起来，我连女儿都不如。我算什么呀？我就只是一棵草啊！哎，少奶奶，哎呀，少奶奶，瞧您说的，我想
有人会把您当块宝的，也可能您不知道罢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谁呀？少奶奶，我不敢说。有什么不敢说的呀？说给我听听，到底是谁？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我要是今天说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好吗？你千万别生气好吗？瞧你，至于吗？大惊小怪的。好多年以前，在杭州一个酒家里，我第一次看见了她，看到了这个我一生中最喜欢、最心爱的女人。她长得很美，而且对人也是那么的和善，同样对我这个下人，也是那么的客气，那么的关心。我心里很喜欢她，但我从来都不敢跟她说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我自己卑微的身份，压根儿就不配。有什么话，我只能埋在心里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她就成了我家少爷的女人。我的少奶奶。我从小在盐湖长大，跟着少爷打打杀杀也有几十年了。挨打受骂那是常有的事，不管受什么委屈，我从来都没有动过离开他的念头。不是因为我离开他没饭吃，更不是舍不得他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有机会经常看到那个我心里最喜欢的女人，看到她幸福，我也偷偷的为她开心；看到她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就找机会陪着她，变着戏法为她解闷儿。我没有任何目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能常常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，我就觉得值。哎呀！好了，成了，来，好，颜若兰，你敢跟我斗，看我扎死你！哼！对不起，少奶奶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，我。
你怎么还叫我少奶奶呢？以后不许这么叫我，我不要听。少奶奶，你听我说，少奶奶。看你又来了。你瞧你那傻样儿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要是陈文对我有你一半的真心就好了。都一样。我跟了严成文10几年了，说实在的，在他面前，我就像条牲口一样，没白天没黑夜的给他卖命，不停的转。哪天做错了就得挨几遍，天天给人家当枪使。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你跟着他也没有得到幸福。这个王八蛋，我早晚要了他的命！以后不许干这样的傻事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他那条腿是怎么断的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问过他好多次，可他就是不肯告诉我。哼，你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他是为了一个女人才把腿摔断的。女人？谁啊？说出来，连你都不信。也是你们严家的人。就是严成武的妻子秀如。那个哑巴。没错。为了那个哑巴，这几年他一直耿耿于怀。成武和秀如他们2个弄得家破人亡，都是他一手策划造成的。我不要再待在同城，我不要帮他管什么生意。我什么都不要管了，我要走，我不要！你听我说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冷静一点。你听我说，你想过没有？啊，你这样一走了之，便宜了谁呀？畜生！他不仁，我也不义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很多年前，我就有了一个情人。我们分手的那个晚上，就在一起了。直到2个月以后，我嫁给陈文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。事后我就忘了。后来我又发现，陈文根本就没有生育的能力，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？跟陈文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明白现在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吗？你怎么啦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没有。哎，妈。以前我们家穷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想，希望能赶快长大。现在长大了，却觉得日子没有以前快乐了。你是在埋怨工作太辛苦了？没有，我是感觉到了什么叫甜蜜的煎熬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谈恋爱了？哎，没有，妈，我是一厢情愿的暗恋。我喜欢若兰，我们从小就青梅竹马，
经历了不少患难与共的日子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早就觉得若兰是我未来的媳妇儿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我也愿意若兰做我们家的媳妇儿。你们现在进展怎么样了？其实我还没跟她表白呢，我怕她会拒绝我，那时会很没面子的。哎呀，傻孩子，面子重要还是你的幸福重要啊？若兰那么好的姑娘，肯定会有很多人家追的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别给我错过机会。不过，我还不知道若兰的心思，要不先找个机会试探她一下，怎么样？这样也对。若兰，哎，黑猪婶儿，哎，若兰，早啊，若兰。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我看秀茹阿姨种的野菇好像快用完了，所以早点来，去山上再采些回来。是吗？我怎么没听说？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山上吗？我想那里的野菇可能也快长出来了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？好啊，我妈也说上回采的野菇特别香，你还真是细心呢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走。好。快点！若兰，怎么了？哎，六金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而且一同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六金，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老重复些废话？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，我们从小就青梅竹马，六金，废什么话呀你！所以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。若兰，六金，什么我的，你烦不烦？佩佩，你不要紧吧？佩佩，你醒醒啊！佩佩小姐，这怎么？佩佩，醒醒啊！小姐，佩佩，小姐，你快醒醒啊！小姐，醒醒啊！佩佩，你怎么了？佩佩，你怎么了？佩佩，啊，佩佩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之前六金背着小姐回来，他说小姐从山上滚了下来，受了伤。六金是谁啊？啊，佩佩，别急，我去请大夫。哦，对，请大夫，快去啊！哎，佩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点！若兰，怎么样了？你把佩佩送回客栈，她现在没事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一直都没有醒过来，我也不敢待太久。送给严家的人之后，我就赶紧走了。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活过来。佩佩是个千金大小姐，性格又那么刁蛮任性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她会出现在树林里，好像是一直跟踪我们来的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平时他都是有下人跟着的，今天就他一个人，还跟在我们后面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该不该向秀茹阿姨坦白啊？我真不敢想，妈妈知道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。是啊，佩佩是严成文的女儿，而严成文和你们一家又有那么大的过节，我担心佩佩会跟他爸爸打小报告，这样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
大夫，我女儿的伤势到底严不严重啊？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醒呢？我刚才发现啊，她除了脚上有伤，头部还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她的大脑受损，因此影响了所有的神经，导致她现在昏迷不醒，甚至以后四肢都可能不能动弹了。难道就这样躺一辈子了吗？大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了，您可一定要治好她，我求您了。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，对不起，告辞了。佩佩，佩佩，你别吓唬妈呀，佩佩。别这样。你这样，我心里也难受。我女儿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刚一回到桐城就出了这么大的事。她是程文唯一的宝贝女儿，她这要是有什么事，程文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知道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好吗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赶快去找个西医回来，佩佩的事千万不能告诉程文啊！不，马上告诉他，而且越快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事跟秀茹有关系。你是说那个哑巴？嗯，我已经查问过了。原来这些日子，佩佩经常到秀茹开的素食馆去吃东西。有一次，跟他的女儿若兰拌了几句嘴，佩佩心有不甘，就找人在树林里挖了个陷阱。本来是想吓唬吓唬小若兰的，没想到自己成了这个样子。原来都是因为那家人而起，我一定要找那个哑巴算账。不，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等程文回来。你如果自作主张，他反而会不高兴，你明白吗？你们俩干什么呢？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是不是有心事啊？若兰，你别害羞，我都知道了。黑猪婶儿，你都知道什么了？妈，你别乱猜了。若兰，你告诉黑猪婶，是不是怕你妈妈不答应啊？妈，黑猪婶儿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在讨论什么呀？都怎么了？六金，秀茹阿姨和若兰都在场，你就大胆的说出来。其实这2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六金，我们不应该隐瞒的。说。前2天，我跟若兰到山上的树林里采野菇，结果碰到了福海酒楼的佩佩小姐。她脚受伤了，还滚下了山。后来呢？后来她昏迷不醒，我就把她背回了严家。之后我就到处打听，可是一直没有她的消息，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样了。其实她受伤根本就不关我们的事儿。那个树林我们去过很多次，从来都没有碰到过陷阱。她发生意外，总不能怪我们吧？哎呀，那一家人我们惹不起，他怎么会跟你们一块儿去了树林呢？我怀疑他是一直跟踪我们的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跟踪你们呢？谁知道啊？他的性格那么古怪，说不定他是想算计我们呢。这段日子以来，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见到严成文和阿贵了。我想，他们应该早已经不想理会我们了。可
可是佩佩小姐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我担心她会去欺负若兰的。怎么会呢？又不是我们的错，怪就怪在我们倒霉，碰上了那个千金的刁蛮的大小姐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你们一家跟严成文一直有过节，这回他女儿受了伤，他又找到借口要找你们麻烦了。秀如啊，凡事要小心，不如你跟若兰先到我们村子去躲一躲啊。如果我们现在躲起来的话，就表示是我们做错了事，说明我们理亏。既然你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。如果大陆叔叔在就好了。可是大陆叔叔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不过若兰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如果一龙在，我也会比较安心。哎，你要的东西拿好了啊！好，哎，走好。哎，好。干什么？偷东西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还嘴硬？哎，客官，买蛋糕是吗？嗯。一共5文钱。哦，对了，您找他要钱，他可是我舅舅。你啊！你，谢谢啊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想跑，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学人家偷东西啊！我不是有心要诬赖你的，让你自己多管闲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乱来，我后边可是有靠山的，小心我找人揍你。是吗？靠山？靠山在哪儿啊？你给我找出来啊！放手！哎，放手！爹，快帮我对付这个讨厌鬼！你这孩子真是……我说你……谢谢。来，大陆兄弟。这些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日子还算过得去，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。我还生了个干儿子，他叫阿青。叔好。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，虽然日子是很清苦，但是我们却一直都很开心的。阿青啊，这一位呢，要叫大陆叔叔。大陆叔叔好。阿青乖。你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，那你的过去呢？你完全不记得了吗？你在老家还有妻子，还有女儿，你都不想他们？你的意思是，其实我还在逃避过去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说实话，过去我确实不敢面对，在老家如此，在台湾也是如此。可是我自从到了香港之后，我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，我反而觉得我能够敞开心扉，接受自己的过去，重新做人。重新做人？如果你真的想重新做人，那你就得面对过去，接受过去，去勇敢的面对你的家人，去找你的妻子和女儿，承担起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，而不是写一封什么让秀如忘记你的信来结束过去。对啊，爹，我觉得大陆叔叔说的没错，你确实应该面对现实，面对过去你所犯下的错误，去承担责任，这才是阿青心中的好爹啊。我对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你们叫我如何去面对？你都没回去，怎么知道不认识他们？没准啊，一回去就认出他们了。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阿青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成武，秀如，你的家人，他们都非常惦记你。你是说，
秀如还一直在等着我，是吗？既然你那么关心秀如，那么在乎她的感受，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，反而到这里来找我？真正逃避的人是你，大陆兄弟，你处处都为别人着想，才会忽略自己的感受。你越是替我着想，我就越是觉得心里对你有愧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先别说这些。在回去以前呢，我们得去一趟台湾。我们得去见一个人，有一个老朋友，他非常想念你。老朋友？小龙啊，这个货仓以后就交给你来打理了。这里进出的全部都是大把大把的钞票，你得帮我看紧一点。阿贵已经回老家了，接下来他的工作就交给你来接手。谢谢严老板提拔，一龙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老板，给。老板，老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独生女儿佩佩在老家发生意外，现在情况危急。老板，小姐在老家有人照顾吗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夫人在电报里说，佩佩的伤跟我之前的仇人有关。当年我与人结怨，如今他们找我女儿来报复，我早晚回去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老板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不用，你只要负责把货仓的货运好就行了。你先忙你的去吧，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。走。是，老板。老板，请。哟，三位大爷是来喝酒的吗？老板娘呢？您是？哟，严老板呐，稀客稀客呀！难道你不想做我的生意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生意都送上门了，我们怎么能不做呢？你的那个百鸟归巢去哪里了？还有那个巡城马有没有来过？严老板，当日你放我一马，我是万分感谢。不过从那以后，百鸟归巢就失踪了，郭大陆也没有再来过。这么说，你身边的2个保镖都不在了，那你心里一定感觉很寂寞、很空虚吧？严老板，瞧您真是会开玩笑。别给我当马虎眼！严成武那个窝囊废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联络了。我女儿在老家身受重伤，这一切都是严成武间接造成的。你快告诉我他的下落，否则我连你也不放过。我们失去联系很久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以前不是很关心他吗？既然我今天找不到他，凡是跟他有关联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今儿算你倒霉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哎，严老板，严老板，你们！不要！哎呀，严老板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走，进来，快点，听话，你进来，快去，快点，过来，去，去哪想跑啊你？
成文，你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根本不是人。当日有戈顿为你撑腰，我才勉为其难放你一马。不过，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的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们一个个下去陪葬。你不要挣扎了，反正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两位大爷，酒馆今天不营业。那么早？为什么？老板娘呢？麻烦你转告一下老板娘，就说有2个多年的老朋友找她叙一下旧。你们是老板娘的朋友？嗯。哎，你们来晚了。来晚了？怎么回事？老板娘被严成文给抓走了。